玄学小师弟，订阅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是玄学小师弟。今天讲一个关于盗墓贼撞邪的神秘故事。这个事情也是老黄历了生活所迫，什么赚钱的事情都做。当时有一个生意，就是给潘家园的古董店带人买货。提起潘家园，尤其是现在盗墓小说很火，所以简直家喻户晓。好多人去北京都要去潘家园扫扫货，看看能否捡个漏。其实这是不可能的。潘家园的规矩是货款2清提前看好，出门就不认账。大家可能都不清楚，潘家园全名叫潘家园旧货市场，这里是卖旧货的，不是卖古董的。你从这里买东西，人家给你开的收条也是旧货工艺品，那你买了以后找专家鉴定，专家说这东西有点儿新，你大怒说被骗了，要求退货，说这是工艺品，不是古董。掌柜的让你看清楚收条，本来写的就是工艺品想退货对不起，没门。所以去潘家园想捡漏，那根本是天方夜谭，不存在的。那么你要是想买点比较古的工艺品呢，那就要去店铺了。店铺有真东西，只是不拿出来，需要熟人介绍才能买到。这些东西嘛，都是不那么干净的，真正干净的早就上拍卖会了。所以凡是在地下见不得光的，多半都有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说白了就是盗墓盗来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当时在三里屯卖烧烤嘛，也经常承接一些生意，就是帮老外以及外地的土豪买古董。我们当时合作的铺子老板姓吴，所以我们都叫他吴二哥。后来我虽然不在北京了，也经常保持着联系，偶尔还从他那里买点古董什么的。昨天晚上吴二哥半夜突然联系我，问我手里还有没有老张的东西。我一愣，什么老张老王的什么鬼东西？他说还真是鬼东西，让我赶紧想想，如果有就马上丢掉。想了半天，我也没想到这个老张是谁。老张老王这种称呼实在是太常见了，听着像个忠厚老实的老邻居。他又提醒了我几句，说是工地溜槽的那个。他看我还没想起来，就骂了一声，说就是那个狗日的土夫子。他一说土夫子，我瞬间就明白了，什么狗屁土夫子这个老张就是这么一个盗墓贼。我们当时给吴二哥拉生意，有些货就是从这个老张手里拿的。干古董这行的没什么特别干净的人，好多人说我是正经生意人，修行虽无人见，善恶自有天知，这是屁话。干古董的没有不和土夫子就是盗墓贼打交道的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你买不到古董，尤其是便宜古董。大家有没有想过古董是从哪里来的？民间古董收集大概有这么几个渠道。第一个叫做产地皮，从民间收，但是那是40年前刚改革开放，大家还不懂，所以你可能会捡个漏什么的。后来国内不行了，好多人去国外，因为当年外国侵略过咱们国家嘛，尤其是8国联军那次，所以弄走了好多宝贝。老外不懂这些，有些就随便卖掉了，所以一度国外捡漏是一个大生意。但是这也是10几年前的老黄历了，所以你现在要想找点好东西，其实是很难的。哪里还有好东西就是一些寺院道观，这里还有。其实寺观有很多古董的，毕竟他们都是传承了上千年的地方嘛，地宫里奇珍异宝还是很多的。但是这种看机缘的，有时候机缘到了，他们会送给你好多，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我的好多古董都是他们送的，所以潘家园或者任何一个大一些的古董商，他们主要的渠道还是土夫子，就是盗墓贼。算了，这块而利益比较深，也比较敏感，我也不多说，我们还是说10几年前的故事哈。反正当年吴二哥手里的真东西，有些就是从老张手里拿的货。当时鬼吹灯很火，搬山卸岭摸金伐球，我也很喜欢，所以专门问了问老张是不是那种高举高打的传奇人物。吴二哥就说他是个屁的高人狗日的他就是个溜槽的。溜槽是古董界的专业术语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北京这边多古墓，尤其是东郊。东郊风水好，那里很多清朝的墓穴，所以在北京东边施工挖地基，经常会挖到古墓。搞工程的发现古墓是很不吉利的事情，因为你相当于挖坟迁墓，这对先人是非常不敬的，所以要是弄不好就会撞邪，搞不好还会出人命，很危险。如果你上报给国家处理嘛，等专家研究之类的，搞不好还有保护调研工程，整个都给耽误了，确实也耽误不起。所以工程队遇到这种事情，好多也不上报，而是等着人收。这个老张就是专门收这个的，行话叫溜槽。溜槽也有帮，和各个工地的关系很好，只要哪个工地挖到了棺材板子，他们就下去背，什么破碎片、铜瓶子、瓷器都要，僵尸也要。那东西其实很值钱，老外喜欢收藏这个，他们觉得这是木乃伊。不过僵尸很难保存，他们有一次好容易弄了一个，好容易给捆住了，塞在一辆面包车里。
结果那玩意儿一路往下流黄水，等到了地方啊，人都成了一滩黄汤了。老张皱着鼻子说：“那尸臭味啊，别提了，整整毁了我一辆车。”我当时也很好奇，也问过老张，这些古墓要怎么到呢？是不是跟小说里说的要看风水方位之类的？老张说，看风水方位确实有，但是那些都是大师级的人物，我们请不起。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法子，就是找老树林子。在咱们老北京啊，只要有比较老的树林子啊，你就往下挖吧，底下准有古墓。不过这些都是小墓，清晚期民国的，也不值什么大钱，但是怎么说呢，总比捡破烂强吧。他自己哈哈大笑。我觉得老张是一个很豁达的人，但是吴二哥却说这人手很黑，跟他要少来往。有一次他去老张那边看东西，也带着我，我也跟着去长长见识。老张这个人很古怪，他属于北京东边一个大帮的帮主手底下一帮人，实力很强。我原本以为他住在类似夜总会这种地方，手下都是黑西装这种，没想到他们住在东六环那边一个很破的大杂院里，好多人住在一起，穿得破破烂烂的，还有好多女人坐在院子里奶孩子。老张出来拱拱手说，见笑了穷地方，实在没什么活路，所以出来打打游击，生生孩子嘛。然后招呼小兄弟从屋角拉出来一个破皮箱，破皮箱里都是各种名器，瓶瓶罐罐的。吴二哥选了一些，谈定了价钱，大家宾客尽欢。他非要我们留下尝尝他家乡的茶，我们就坐在那里聊了聊。当时气氛还不错，我于是就问了他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去墓地什么的地方有没有撞过邪？话一出口，吴二哥就使劲踢了我一下，意思是闭嘴。但是话已经出去了，收不回来了。当时气氛瞬间就冷下去了。老张慢慢抬起头，深深看了一眼我，然后手一抖，就从袖子里落下来一把匕首。他眯着眼睛，在匕首在手里转了转，匕首在手里翻飞，像耍杂技，然后猛然插在了桌子上。吴二哥一把按住他的手，老张，这是我兄弟，他年轻不懂事，我带他给您赔不是了。老张看着他的手，然后慢慢抬起头看着他。小胖继续说，老张，以后你的货尽管从我这里走，保证一个大子儿都不会少。老张还是定定地看着他，吴二哥脑门上也流出来汗了。老张突然笑了说，我逗你玩的。大家猛然松了一口气，气氛终于放松了。他猛然绷紧了脸，又阴阴地问了一句，你们想死吗？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气氛猛然又绷紧。老张紧接着又说了一句，这件事情我要是说出来，怕会吓死你们大家。然后他就给我们讲了一个吓死人的故事。他这个故事非常邪门，确实很恐怖，是关于活死人的。他说这个事情发生在去年，当时在北京东边发现了一个古墓，这个地方很怪异，原本是一个大树林子，然后在中间猛然凹陷下去了一块，凹陷下去的地方大约有半米深，寸草不生，土地呈现出古怪的砖红色，像是被烈火煅烧过一样。那个凹陷的地方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，有人爬到树顶上往下一看，活像一个手掌印，中间连手掌的纹路都能看清楚，这种感觉特别古怪，就像是有人从天空上往下打了一记霹雳掌，硬生生把土地拍下去了半米深，霹雳把土地都烧红了这样。老张也觉得古怪，但是当时缺钱啊，咬咬牙还是干了。这里地方很偏，他们连夜干起来，一个晚上就给挖开了，除了盖子比较硬，下面还都稀疏寻常。这个墓不大，他看了看大概规制，觉得也就是个6-7品的小棺，没什么油水。后来他们挖穿了墓穴后下去搜了搜，发现墓穴里都是一些道教的东西，各种鬼画符，好多花钱，还有各种类似法器之类的东西。这种东西嘛，不值钱，不过聊胜于无。于是他就让人全部搜走了。后来有个伙计就拉了他一下，意思是有古怪，给他指了指棺材。原来那个烂了边的老棺材啊是打开的，他的冷汗就流下来了，因为他们一路下来是清清楚楚的，这个墓穴绝对没有人下来过。那么这个棺材又是谁打开的呢？难道是棺材里的人活了？他当时挥了挥手，大家都抄起了家伙，慢慢往回退，生怕出问题。大家退到外面，他让人斩断了一只老公鸡的鸡头，给棺材丢了过去。按说这棺材里要是有问题，闻到这种鸡血味一定会有动静，但是大家等了又等，发现还是没问题，他就觉得不对劲，而想着既然这样，还是去棺材里摸一摸，说不准还有好东西。结果他就下去了，去棺材里一摸，就摸到了一个尸体。他就顺着头往下摸，想摸摸嘴里是不是有玉。一般穷人嘴里含的是铜钱，这叫压口钱，有钱人含的是玉。结果他摸了摸，发现不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人的脸啊，使劲往下一按就瘪下去了，像是个充气的。
他也顾不得规矩了，赶紧让人搬下来棺材盖子，就发现那个人端端正正躺在里面，是一个白面书生，看着面相栩栩如生，就像是睡着了。他也是头皮发麻，硬着头皮摸了摸，发现那个人就像一个纸壳子，外面看着挺好的，但是用手一戳就烂了。他啐了一口，说是晦气，以为这是个纸人。古人喜欢搞种生机之类的，有时候会弄个和真人一样的假人，上面写着这个人的生辰八字，算是替那个人死一次，这是延寿用的。这种纸人做的惟妙惟肖，跟活人几乎一模一样，甚至比活人还像活人。但是他又摸了摸，觉得不对，这不是纸，而是一个肉壳子。他让人把这个肉壳子拖出来，脱掉衣服，仔细看看，发现这个人后背上有一个撕裂的口子，有点像是金蝉脱壳那个蝉留下的一个壳子。那个人去了哪里？他再想想墓穴上那个巨大的手印形，以及仿佛被烈火炖烧后的土壤，越来越害怕。再想想墓穴里各种道教法器之类的，觉得自己想错了，这个人可能不是修道之人，这些法器可能是镇压他的。他赶紧把那些东西丢掉，带着人走了。老张讲到这里也不喝茶了，让人开了一瓶酒，自己舀开了，咕咚咕咚喝光了，面如土色，冷汗大颗大颗往下滴。吴二哥也觉得他情绪不太对劲儿，就找了个借口拉着我走了。临走前他死活要送我们几个小玩意儿，我们推都推不掉，就拿着了。所以这次吴二哥问我的就是那几个小玩意儿还在不在。那些东西啊也不值钱，就是一块沁色的古玉符，我早就不知道丢在哪里了。我就问吴二哥，老张那边怎么样了？这都10几年没见了。吴二哥就笑说，昨天刚和鸭喝完酒，难怪这10几年没见过他了，压进了耗子里了。他跟我说，老张自从那次盗墓发现人肉壳子以后，老觉得不对劲儿，总觉得有人跟着他。他有一次半夜醒来，就发现一个古人站在床头，微笑着看着他，和他轻轻说话，但是不管他怎么努力，始终听不清那个人在说什么。更可怕的是，那个人打扮装束就和他在坟墓里撞到的一模一样。他一下子从床上怔了起来，也搞不懂到底是鬼压床还是幻觉。他开始以为是噩梦，后来越来越严重，一到黄昏就能遇到那个人，而他不管跟人怎么说，别人都看不到，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到。他都要疯了，去安定医院看了精神科，也去了寺院道观求神拜佛，结果通通不管用。后来有人给他说了一个法子，这也是躲避仇人追查以及警察追捕的好办法，就是主动投案，交代一点小事，然后进耗子里。耗子啊都是特么的大恶人，所谓鬼怕恶人，这种恶人集中营肯定不会撞邪。他就主动投案，说自己是个盗墓贼，盗过什么墓，然后就去了耗子。他说到了看守所就不怕了，大通铺上睡8个人，环境差是差，但是真是不怕，简直美滋滋。结果他低估了人民警察的能力，人家顺藤摸瓜，一口气给他扯出了好几件大案，给他判了个20年。这不是一直耗在了看守所里，后来积极表现，减刑了几年刚出来。他原本就是个孤家寡人，老婆都没的，就一个瞎眼老妈，也不知道还在不在。所以他出来后连他娘的路费都没有，只能走到了潘家园，找到了吴二哥，借了点盘缠什么的回老家。吴二哥也是感慨，就请他喝酒，跟他好好聊了聊这些年的变化，让他出来后老老实实做人，以后不要东搞西搞了，现在都是高科技了，再进去就得吃枪子了。大家喝得醉醺醺的，老张也感慨，说自己虽然蹲了快20年大狱啊，总算捡了一条命，要不然那一次肯定躲不过去了。吴二哥也问了问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就说他后来也琢磨了一下，觉得那个应该是个邪坟，里面应该是一个妖物，妖物跑到了棺材里，钻到了人身体里，所以后来那个手掌印什么的，以及棺材里的各种法器都是镇压这个妖物的。结果不知道过了多少年，那个妖物还是脱困了，就从那个人身体里钻出来了，然后就溜走了。但是至于那个人为何老跟着他，又跟他说什么，他就不知道了。他自己回忆那个人的口型，好像是说你终于来了，又像是在说你我交换吧。